说到台积电，想必各位并不陌生。台积电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技术公司之一，是芯片代工行业中的佼佼者。根据最近的资料，台积电占到了全球芯片代工市场 55.6% 的市场份额，远远超过了三星。台积电是业界首个将5纳米制程技术商业化的企业，而台积电在3纳米制程技术上也是最早实现的。台积电是世界上最大的晶片生产商，不但生产效率高，而且产量也很高，占据了 53% 的芯片生产市场。但台积电所有的芯片工厂都在中国台湾，于是很多国家都向台积电发出邀请，希望台积电能够引进美、日、欧洲等先进的晶片生产技术。台积电目前还没有在国外设立工厂的打算。在美国的邀请下，台积电拒绝了晶片规则的修改。台积电在全球缺乏核心的情况下，占据了半壁江山。近年来，不止美国，许多国家和地区纷纷向台积电伸出橄榄枝，希望台积电能够在本地设立工厂，利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动国内的晶圆工业。但是，鉴于富士康在国外的工厂建设已经有了失败的前车之鉴，台积电并没有放弃在国外设立工厂的打算。但台积电最终还是答应了美国的要求，在亚利桑那州投资120亿美元，建造一座5纳米晶圆厂。在外人眼中，台积电之所以答应美国的要求，是因为它的生产线上有很多美国的技术，它也希望能在华为等企业中获得更多的利润。台积电明显小看了老美帝的野心，它不但没有给台积电提供520亿美元的厂房补助，还让他把更多的产能和先进的技术都投入美国的半导体行业，以此来控制整个世界的晶圆产业链。台积电的张忠谋在这个节骨眼上多次公开指责美国别想掌控世界的晶圆市场，美国没有那个能力，但老美却偏偏不听。为了达成自己的目标，不仅将台积电列为安全威胁名单，这些举动或许会让台积电不会顺从，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他们的反攻速度太快，非但没有将更多的产能投入美国的半导体领域，反而让台积电在世界范围内扩展。近日，有媒体报道称，台积电将在日本建立的芯片封装项目和研究中心已正式通过。台积电在35亿美金的注资下，加上日本35亿美元的资金，总计70亿美金。台积电高管透露，台积电正在积极地考虑在德国设立台积电的全球扩建项目，这就意味着台积电的整合能力很难实现。看来，张忠谋说的没错，美国的核心建筑没有任何意义。第一，美国的工业体系并不完善，劳动力和原材料都不够用。第二，因为经授权更改晶圆规则，造成美国公司不能自由出货，引起众怒。俗话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第三，利用基础技术、专利等优势，对非美的高技术公司进行压制，掀起了一股全球脱俗的风潮。台积电选择日本建厂，是由于其在半导体技术上有很深的造诣，再加上德国的邀请，日本不但拥有先进的封装技术、高端光刻胶，更重要的是，日本还拥有自己的纳米压印技术。现在受到台积电的协助，或许能极大地将这项技术推广到商用，减少台积电产线对煤炭科技的依赖性，让它能免费送货。德国作为一个工业强国，在基础技术的专利上并不逊色于美国，只不过是因为全球半导体行业的分工越来越清晰，所以国内半导体产业才会慢慢衰落。但即便是这样，像英飞凌这样的老牌德国芯片公司，也在世界范围内占有重要位置。如果能和台积电达成合作，那么两家公司的芯片技术将会更上一层楼。国外媒体报道，台积电的建立被确认为一个里程碑，这既表明了台积电要在世界各地开厂的决心，也表明了他对芯片技术的重视。不过，比起上述情形，我觉得台积电若要彻底摆脱美的欺凌，
是不可能的。最该扩大的投资范围应该是大陆市场，或许只有中国才能确保台积电合法权益不会受到伤害，而中国则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消费国，而且台湾还是中国的地盘，台积电回到内地更是理所当然。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